穿越斗罗为了不被唐三这个挂逼打死，我决定猎杀小五，再吞掉蓝银皇。于是刚开局我就和唐三硬刚一下，都是穿越者，谁怕谁啊？而且我也是双生武魂，左手巴雷特，右手蓝银草。但唐三抢走我攻读生的名额，那一刻我就黑化了。他是先天满魂力，背后还有个恐怖的老爹，我却先天魂力只有1级。于是我想到能改变先天资质的办法。小五的10万年魂骨和蓝银皇，不正是送上门的韭菜吗？就在这时，敲门声响起，我挑了挑眉，走上前去将房门打开。唐三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出现在面前。村子里只有一个攻读生名额，你把名额让给我吧，反正你资质差，晚去1年也没什么关系。听到这话后，我的嘴角抽了抽，卧槽，这特么什么几把人啊！明明是来找我商量的，却摆出一副命令的姿态。算了，和一只魂兽计较什么？唐三身上有1半的魂兽血统，他孙子甚至可以自行凝聚魂环。前世网上有个说法，就是把唐三宰了，他也能爆出魂环来吸收，那个魂环能让蓝银草武魂进化。简单的调整心态之后，我怒喝道：为什么我资质差？那我不是更应该早点去学院吗？你反正资质好，晚去1年也能跟上来，你该把名额让给我才对。听到我反过来使用道德绑架的手段，唐三有些气恼。不行，我不能浪费1年时间。说话间，唐三已经捏住了被他藏在袖口处的铁皮，同时紧盯着我的双眼。他已有了取死之道。我现在以暗器的手法杀了他，想来也不会有人注意到我。回想着玄天宝录中的语录，唐三在心中给我判处了死刑。我知道不能再接着刺激这头魂兽。名额让给你也不是不行，给我10个金魂币。不行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唐三想都没想，直接就拒绝了。见此，我再次假装为难。那你让你爸爸给我1把猎弓，足量的剑矢，再给我1把铁斧，我就把名额给你。见到唐三还想拒绝，我冷着脸，我的天赋不如你，还要我晚1年入学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这点小事都不愿答应我。你父亲就是铁匠，拿出这些东西并不难，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狩猎啊，打打兔子什么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兔子浑身是宝，尤其是柔骨兔，它的骨头更是一种宝物。兔肉可以烧烤，兔头做好了也是一酱，而且皮包下来了，还能拿到村口王寡妇家里去，让她帮忙做双新鞋子。说着，我向着唐三露出笑容。唐三不知为何心中有些不悦，但也没有多想，直接点头应了下来。行，你跟我来吧。看着走在前面的唐三，我的心情还算不错，武器马上到手了。接下来我就该出去逛逛，看看能不能早日射死那只小兔子。而且杀兔子的武器还是唐三给准备的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NTR？然而到了唐三家中，唐昊却是放下了手中的酒壶，平淡开口：最好的弓他拉不开的。一直在边上看戏的唐三这时也站了出来：你换个要求吧，拉不拉得开弓先不说，想要射得准也是需要经过大量训练的，说不准你兔子没射到，反而把村子里的人给伤到了。说着，唐三将胸膛挺起，做出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。今天不给你弓箭之类的武器，不是我不守承诺，只是因为我需要为其他村民的安全考虑。他越说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没错，于是便走到墙角，拿过1把锄头递了过来。曹宇，你天赋不行，还是不要走魂师这条路，其实这个东西更加适合你。看着在1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自我洗脑的唐三，我的嘴角抽了一下，真尼玛不要脸啊！这头魂兽是把自己 CPU 烧了。思考片刻后，我开口道：几分钟前刚说好，你这么快就忘记了吗？我把弓卖给别人不行啊，1把锄头才几个钱。还好老杰克此时也在屋里，在老杰克的眼中，唐三一直是个好孩子，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守承诺的事情。一定是唐昊把小三带坏了，必须尽快让小三去上学，让他远离唐昊这个烂人，不能让唐昊教坏了小三。老杰克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唐昊，要他给一个说法。唐昊的嘴角抽了抽，转身回到屋内，拿出一套成品的弓箭和1把新打的铁斧，冷着脸将东西递了过来。东西拿去吧，小三也不占你便宜。我马上收回之前那副要哭出来的表情，笑嘻嘻地接过东西。谢谢叔叔啊，小三也谢谢你啊。如果我射到兔子了，我会请你吃兔头的。唐门属于川蜀地区的门派，唐三也是从小吃着麻辣兔头长大的。回想起兔头的美味，嘴巴里本能的开始分泌起唾液来。但就是不知为何，唐三突然感觉自己有些辛苦。为什么突然之间我的心好痛？我好像马上就要失去什么东西了。达成目的之后，我也没有再浪费时间，简单将东西背到身上，扭头和老杰克打了招呼，便向着院外走去。回到了家中，开始收拾东西，感觉得润了呀。万一被唐三他们父子注意到就不好，还是早点离开吧。另外，鬼知道那只兔子是在哪个村子里拿到攻读生名额，时间也有些紧迫。诺丁城附近的村子不少，我还得一个个找过去。片刻之后，我找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东西：几个积攒下来的银魂币，1块打火石，少许盐巴和干粮，一些自制的驱虫粉末。我身上的钱不多，现在距离初级魂师学院开学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住宿吃饭什么的完全是不够用的，大部分的食物只能靠打猎来获取。对此有野外生存经验的我并不慌，快速将这些东西打包好，就头也不回地向着村外走去。2月后，诺丁城外，衣衫褴褛的我默默排着队，因为长期在野外生存，身上异味很重，再加上身后挂着的10来张兽皮，味道就更明显了。周围的人闻到这些气味之后纷纷避开。进城后，我轻车熟路地来到一家商铺，把身上的兔子皮都卖掉，随后花了1银魂币开了一间房，泡个热水澡，泡在热水里开始思考起来。离开村子已经2个多月了，现在距离魂师学院开学也没多长时间了。这段时间射死的兔子没有100也有80，诺丁城周围的村子也都逛了一遍，但是完全找不到小五的踪迹。那只死兔子到底是什么时候从星斗大森林里出来的？我又想到了之前探查到的那个蓝银皇存在的山洞，原著中提到那个山洞隐藏在圣魂村附近一座高度近200米、宽度近20米的巨型瀑布后面。这处位置并不难找，这么大的瀑布在1公里外
外都能听到瀑布的流水声，随便找人打听一下就能确定位置。但是找到瀑布位置后，我也只能默默离开。尼玛，这样的高度的水落下来产生的冲击力，根本不是这个小身板可以承受得住，更不用说顶着水流攀爬到瀑布终端，找出机关。以原著中展现出来的战力，简单估算了一下，魂王以下的魂师想都不用想，根本不可能爬得上去，更别说顶着水流的冲击找出机关了。蓝银皇的魂骨暂时不用想，我现在能考虑的就是先获得10万年小兔子的魂骨。如何寻找到兔子是一个问题，怎样掩盖魂骨的气息又是一个问题。皱眉思考半天之后，我从浴桶中走出，将一张自制的地图铺在了一旁的桌子上。这张地图是我花费2个月时间制作的，上面简单标注了附近几个村子和诺丁城的位置。在诺丁城附近零星分布有13个村子，现在已知的条件是星斗大森林位于诺丁城的西南方，而诺丁城西面的村子有亡魂村和地魂村，在诺丁城南面的村子只有一个圣魂村。初级魂师学院位于诺丁城的中心，4门到达这座学院的时间应该是均等。那只兔子是和唐三先后到达7社，考虑上唐三拜师大师花费的时间，那么小兔子应该是比唐三晚了10分钟左右到达学院的。入城也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排队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在城门口相遇。那么根据以上条件求解可得，小兔子进城大概率走的是诺丁城的西门，他取得攻读生名额的村子大概率就是亡魂村或者地魂村。如果到了开学的时间依旧还是没有找到老兔子的话，只能考虑在诺丁城西门的大路上蹲守。默默盘算了一下之后，我打开窗户向外看了过去，现在居住的旅店就在初级魂师学院的边上，从这里看过去，整个学院一览无余。我的眼中闪过一丝疯狂，如果最后实在没有蹲到兔子的话，就只能冒险了，趁着唐三去获取第一魂环不在学院的那段时间，去逮住那只小兔子。但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。半晌后，我收拾心情，穿上衣服，向着魂师学院走去。刚到学院门口，便被这个门房拦了下来。对方的态度也和原著中提到的一样，完全没有把我当一回事。在见到这个门房的表现之后，我也想起了原著中的一段剧情。因为穿着的原因，唐三在原著中就和这个门房起了冲突。唐三当时就差点弄死这个门房，他自以为自己的暗器无敌，完全不可能被发现，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，现场就他们3个人，魂师学院中的人怎么可能不调查一下唐三？他的袖剑确实隐蔽，但是真要查的话，他又藏到哪里去呢？难道他还能吞剑？如果玉小刚出来解围晚了一点，唐三直接将门房杀死，斗罗的走向绝对会不同。唐三杀人后虽然不会被要求偿命之类的，但是这个学他肯定是读不了，进不了这个学院，他就遇不到玉小刚，也遇不到小舞，遇不到玉小刚，比比东就不会对唐三留手。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些东西，我才决定下一步险棋。在被门房拦住之后，我就直接递了一个银魂币给对方，并直接告诉对方自己叫做唐三，是圣魂村今年的攻读生。我给钱是希望门房能够记住我这个人。在离开学院之时，我还额外给了对方1枚，这是为了反复强化门房对于我的印象。开学前提前到学校过来看看，明明是攻读生，花钱时却大手大脚的。我相信这一套操作下来，门房绝对不会在半个月内忘掉。有了这些事情做铺垫，在未来等到唐三真正进入到学院之后，他们的冲突绝对会比原著中还要激烈。如果唐三没克制情绪，判处门房有取死之道，并直接动手的话，那就有好戏看了。虽然唐三是气运之子，但我还是决定试一下。收回目光之后，我扭头向着城外赶去，争取在天黑前到达亡魂村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便远远地看到了亡魂村中飘起的炊烟。看到不远处的一个身影后，我顿住，心跳猛地加速。粉色裙子，褐色及腰长发，扎着马尾辫，戴着兔子耳饰。妈耶，这是心动的感觉。10万年流氓兔小舞，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了，老子今晚要吃兔子。深呼吸之后，我迅速平复好情绪，左右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确认附近没有什么目击者之后，不再犹豫，伸手就将背在身后的猎弓取下，搭上一支羽箭，远远地瞄准了小兔子。不远处的小兔子似乎也注意到了什么，它下意识地扭头向着我这边看来。下一瞬，咻，伴随着空气的尖笑声，一支羽箭射了过来，血肉被贯穿的声音响起。小舞感觉到膝盖处传来一阵剧痛，那支羽箭径直刺入了他的膝盖。小舞的眼角瞬间沾上泪花。哎呀，这世界太可怕了！人类世界这么恐怖的吗？一个看上去只有6、7岁的小家伙下起手来这么狠，而且我又没得罪过他，他到底为什么要攻击我？强忍着剧痛，小舞躲到了一旁的大树之后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又有几支羽箭射到了他的腿上。周围的环境很安静，但是我的心却跳得飞快，眼神快速扫过地面之上那几朵刺目的血花，确认猎物躲藏的位置之后，将猎弓收起。同时，那把在2个月时间内划开过近100只柔骨兔胸膛的斧头被我握在了手中，一点点地绕到了小舞的视野盲区之处。躲在不远处的灌木后面，我用余光观察小舞，同时飞速在脑子中盘算起来。小舞的左腿中了2箭，但是应该没有伤到骨头，箭矢已经被他拔出，左腿受到了一定影响，但还是可以动弹的。兔子右腿的膝盖处那一箭，我应该是走了狗屎运，估计是擦着骨缝射了进去，他右腿应该不能行动。这种情况下，他的战力几乎为0了。兔子身上的伤口的出血量并不大，指望他在短时间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并不现实，还是直接动手好了。打定主意之后，我猛地窜了出去，过程比想象的还要顺利。在小舞惊恐的叫声中，我一斧子朝着小舞的脖子砍了过去。我好傻，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就跑出星斗大森林？大明二明，我们来世再见。片刻后，小舞并未感觉到疼痛感传来，有些疑惑地睁开眼睛，发现一把斧子夹在了他的颈间。正当他准备开口说话之际，我迅速翻转斧头，用斧背砸在了小舞后脑上。看着晕眩过去的小舞，我心头狂喜，嘴角变得比 AK 还难压。起飞了，10万年魂骨基本已经到手了。不行，中途开香槟是大忌，没有真正吃到嘴里之前，绝对不能放松警惕。我再次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在确定附近没有幸运的目击者之后，从小舞的衣服上撕扯下布条，对他进行了简单包扎，以防搬运途中货物因流血而死。包扎完之后，又用剩余的布条将小舞捆绑好。
好。随后我便将之前装杂物的麻袋拿出，麻袋套头，快速将小兔子打包好之后，便马不停蹄地向着之前打猎时找到的一处隐秘地点赶去。现在这个地方离亡魂村并不算远，不是久留之地。2个多小时之后，明月高悬，我背着小五来到了自己这2个月中居住的山洞。拉开用木条制作的纯天然木门之后，洞中的景象露出。这个山洞不大，仅有4、5个平方，洞内草堆铺成的床、土制灶台等等一应俱全，这些都是我在之前准备好的。随意的将麻袋丢到地上，看着毫无动静的麻袋，我哼了一声：“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在半路上就醒了。”见到小五还在装死，我狠狠的一脚踹了过去，伴随着一声闷响，麻袋蠕动了一下，解开麻袋，露出一张楚楚可怜的俏脸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想要干什么？话还没说完，我的斧头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感受着颈间传来的冰冷感觉，小五的眼泪再也止不住的流下。大明二明，我好想你们，别装了小兔子，我们来谈一谈，谈不妥的话我就直接杀你。去骨锋利的斧刃再次贴近脖颈，小五也止住了哭腔，惊骇的眼神看向我。你知道我是魂兽？我蹲下身子，用斧面拍了拍小五的脸，同时慢悠悠的说道：我不但知道你是一头10万年的柔骨兔，我还知道你母亲是被教皇比比东击杀的。小五瞪大了眼睛，刚想要说什么就被我打断，我粗暴的用斧头的木柄堵住了他的嘴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耐心点，先听我把话说完，同意的话你就点点头。知道没有机会逃跑的小五眼神暗淡了下去。见此我也不再墨迹，直接开始尝试 CPU 塔。这个世界上一共有3个地方有神位传承，其中一处就是你的杀母仇人教皇比比东所在的武魂殿。比比东已经获得了罗刹神的传承，而且他现在神考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，20年内他就能够成神。我知道你这次出来是准备为你母亲报仇的，但是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有希望吗？闻言，小五抬头看向我，他的眼中除了对人类的仇恨外，还藏着一丝恐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还有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我又凭什么要相信你这个该死的人类？目的达成，让小五回忆起了被比比东支配的恐惧。正常来说，你这辈子都没机会报仇了。你出来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你现在第一魂环都没凝聚。听到这里，小五再次打断了我的话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嘲讽：你别在这装神弄鬼了，你也不用假惺惺的说什么为我好之类的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不就是想要骗我献祭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小五就算一头撞死在山洞里，也绝对不会献祭给你的。我淡然的点了下头。本来我只是想要杀掉你，能获取你的魂骨我就满足了，但是现在意外抓到你了，我自然要改变计划，考虑获取你的魂环的事情。你直接杀了我吧，我是绝对不会。小兔子，你话别说的这么满，先听听我的条件吧。你母亲还没死透，她的灵魂还残存在她的魂骨之中，藏在人迹罕至的荒山上一处僻静的山洞中。当听到母亲还没死时，小五再也克制不住情绪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？我又凭什么要相信你说的东西是真的？你没有凝聚第一魂环，你的母亲也是被比比东杀死。比比东的第2武魂是死亡蛛皇，你母亲成为他第2武魂的魂环。你之前提到的大明二明，指的是10万年的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。随着我说的信息越来越多，小五眼中的仇恨之情也逐渐被惊骇取代。见到差不多了，我说出了条件，只要你献祭给我，我可以用我的武魂起誓，我会在比比东之前成神，之后我会将你和你的母亲复活。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够成神？斗罗大陆上万年也才出了2个神，我知道的秘密很多，也知道那里有着机缘，能够帮助我快速提升实力。比如我之前提到的神位传承之地，靠着这些，我是有希望先于你的仇人一步成就神明之位的。而且你现在除了献祭给我以外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闻言，小五沉默下来。我接着召唤出了自己的蓝银草武魂和巴雷特武魂。你和那个女人一样，都是双生武魂；我和比比东一样，都是双生武魂。你献祭给我，我将拥有前无古人的10万年第一魂环，同时我的先天资质也会变得更强。如果连我都没有资格获得神考成神的话，你觉得斗罗大陆上还有谁能获得？在没接触唐三这个挂逼的时候，小五还是保留有一定智商的。这个人类小孩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？我母亲死的时候，他估计都还没出生吧。还有就是他嘴里提到的那些神位传承之地，是真的吗？妈妈，大明二明，我该相信他吗？小五的拳头紧紧攥住，眼神里充斥着迷茫的情绪。见此，我也不再多言，默默等待起来。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，就在我都有些按捺不住，准备直接动手的时候，小五终于开口了：我可以献祭给你，但是你要用武魂起誓。他的眼睛血红，其中有愤恨也有解脱。比比东的存在如同一座高山压在他的头顶，双生武魂加神考加身，小五看不到任何复仇的希望。同时小五也清楚的知道，眼前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人类小孩绝对不会放过自己，如果自己不同意的话，他绝对会直接杀了自己取走魂骨。我点点头，站起身来，郑重的承诺道：神明在上，我曹宇以武魂起誓，在未来我一定会复活小五和他的母亲，如果我没有做到，就让我武魂碎裂而死。说完之后，我看向了跪坐在地上的小五。见此，小五的眼角溢出泪水。妈妈，大明二明，原谅我。呢喃一声之后，小五直接就开启了献祭，动作很快，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。赤红色的光柱亮起，小五的身躯化作了血红色的水晶，融入了我的身体。另一边，圣魂村中，唐昊正在教唐三锻造，突然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猛地扭头向着窗外看去。10万年魂兽献祭，唐昊脸色一变，丢下手中的锤子就要往屋外冲。但是就在这时，唐三好像感应到了什么，直接跪坐在地上，单手捏住自己的胸膛，拳成一团，好疼，我的心好疼。唐三一只手向前伸去，拼命的想要抓住什么，泪水止不住的流下。看到唐三的表现之后，唐昊皱了下眉头，但还是停住了脚步。唐三是他复仇的希望，他不能失去唐三。随着小五的身影逐渐变淡，我的巴雷特武魂也发生了变化，通体变得如同用一块粉色水晶打造的艺术品，而后一圈血红色的魂环套在了巴雷特
之上，同时一道血光在我的左腿上闪过，小五的魂骨也显现了出来。献祭花费的时间很短，但是我不敢浪费任何时间，我迅速观察起了自身的情况。10万年魂兽的本源对于我来说还是太多了一些，灌不进去了。周身还有残余的未被身体吸收的魂液，在飞速往外一散。还好魂环是套在了巴雷特上，附加魂骨也不是头部或者躯干这样的重要位置。左腿骨的魂环位置刚好和蓝银皇右腿骨的位置不冲突。与此同时，剩余能量让我魂力直接从1级提升到了11级之上，具体提升了多少并不清楚。魂骨技能也和原著中提到的一样，是瞬移和无敌金身。简单确认之后，我不敢在原地停留。小五献祭的动静还是太大了些，唐昊作为封号斗罗，必然也是能够感应到。没有再浪费时间，我将小五的本体提上，而后召唤出巴雷特武魂。快速的几声枪响之后，整个山洞的布置都被破坏，而我借助身上正在飞速逸散的魂力，直接使用出了刚获得的瞬移魂技，朝着远离圣魂村的方向冲去。几分钟之后，借助瞬移，我巧妙地越过不少障碍，在极短时间内就来到了山脚之下。但是此时体内的魂力也基本快要消耗完了。犹豫了片刻之后，我停下了脚步。唐昊老狗是封号斗罗，他是会飞的，我直接跑的话也跑不出多远的距离，而且大半夜在山林中奔跑也太显眼一些，我未必能够躲开唐昊的视线。我扭头看向不远处的泥潭，咬咬牙，带着小五的尸体直接跳入了泥潭之中。几分钟之后，一道披着黑袍的身影就出现在了我之前待在的那个山洞中。唐昊皱眉看着四周杂乱的环境，来晚了吗？到底是谁？究竟是什么人被10万年魂兽献祭了？他自身的魂骨虽然已经满了，但是唐三没有啊。如果对方不够强大，或许杀人夺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带着这种心态，唐昊环视一圈无果之后，便飞到空中开始观察起了四周的环境。他在空中快速移动着，不断搜索着周围数十公里内的情况。而此时的我正藏身于泥潭之中，仅仅只露出2个鼻孔用以呼吸。2个多时辰后，唐昊才心有不甘地离开。整整1夜，唐昊又陆续来了这里2次，直到天色微微亮起。再三确认四周无人后，我才踉跄着从泥潭中爬出。此时我面色苍白如纸，一摸额头，发现自己体温高得吓人，情况有些严重了，赶紧将已经死去且完全被泥浆包裹住的小五本体放下。犹豫了一下之后，我还是简单的挖出一个小坑，将其埋了进去，入土为安吧，小兔子。等我成神了，你也用不到这具身体了。完成了这些之后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向着亡魂村走去。3小时后，一个老者打开院门，发现了倒在地上近乎昏迷的我。等我再次清醒，已经是1天后了。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布置后，我知道自己这是在亡魂村的土衣家中。昏昏沉沉的从床上爬起后，我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身体，唤出了自己的巴雷特武魂。此时的巴雷特武魂整体色调和材质已经完全改变了，之前漆黑的枪身看上去如同凶兵一般，而现在通体如同粉红水晶打造的巴雷特，就像是一件工艺品。特别是那套在枪身上的10万年魂环，更是散发着惊人的威势。见此，我又赶紧查看起自己的魂技，和原著中提到的魂技不同，小五献祭带来的第1环中，保命神技虚无依旧保留了下来，但是暴杀8段衰却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冲击波的新魂技。而这个魂技作用很简单，以自身的精神力塑造出一颗特殊的子弹，使用这颗子弹射击时可以直接攻击对方的灵魂，向子弹中注入的精神力越多，攻击时的威力就越大。面对同级的敌人，如果对方没有精神防御类的魂技或者魂骨，一枪就能结果了对方，而且还不需要担心受到精神反噬的问题。卧槽，这下真的要起飞了！唐三，你老婆的魂骨和魂技真好用，刚好我现在手有些痒了，得找个目标试一下才行。1个小时后，我看着几百米外一处山头上低头吃草的梅花鹿，没有犹豫，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巴雷特武魂。血红色的10万年魂环亮起，我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被逐渐抽取，随着精神力被消耗，一颗晶莹剔透的透明子弹逐渐在我手中凝聚出来。将子弹插入弹夹后，我架起巴雷特，瞄准了不远处的目标，然后果断地扣动了扳机。和想象中的情况不同，射击并未产生什么噪音，只是在子弹出膛的瞬间，一阵透明的波纹从枪口处不断往外扩散，而后在子弹命中目标的瞬间，那头梅花鹿就没有任何征兆地倒了下去。几分钟后，我来到了那头倒地的梅花鹿身边，猎物的身上没有伤痕，但是已经失去生命体征了，应该是在被击中的瞬间就被搅碎了灵魂。没有再去管已经死去的梅花鹿，我继续寻找起了合适的目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尝试着使用了一下瞬移魂技，每次瞬移的最大距离不能超过100米，消耗的魂力随着距离的变大逐渐提升，这简直就是集保命、战斗、潜入为一体的超级神技。而制作的子弹如果不及时使用，那就会在1个小时内逐渐消散，但是如果将其插入巴雷特的弹匣之中，那么就可以永久保存。虽然巴雷特的弹匣只有10个位置，但是我完全可以提前制作好大威力的子弹，压入弹匣中以作备用。想到这里，我赶紧将蓝银草武魂也召唤了出来。蓝银草武魂的整体变化不大，只是在草叶上多出一道血线，简单的拉扯了一下，我发现蓝银草的韧性和强度都有了一定的提升。前世在网上看到的观点，关于蓝银草的路线，很多人都认为应该走辅助系当奶妈，而玉小刚给唐三选择的控制系是不正确的。对此我也有些纠结，因为无论怎么选择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。首先就是走这2个流派，分别需要选择什么样的魂兽，还有那些魂兽一般都分布在哪里，又该如何分辨它们的年份？吸收那些魂兽的魂环之后，大概率会获得什么样的魂技？9个魂环的魂环位又该怎样来分配？这些问题想想就头大。要是在魂环或者魂骨中沉睡的那只小兔子醒了还好说，寻找魂兽和辨别年份的事情完全可以全部丢给他。对比起玉小刚这个知识的搬运工来说，小五明显更靠谱一些。如果有小五在，我只要确定自己需要的魂兽就行了。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，那位玉大师不正好在诺丁城中吗？他从武魂殿中可是带出了不少珍贵的书籍，而且我记得他刚好还有一条储物腰带。
结，看来也只能苦一苦我们的玉大师了。他的储物魂导器也挺香的，这次过去了正好连带着书籍一起抢，到时候谋划蓝银皇魂骨的时候也能方便一些。有了思路之后，我匆匆向着诺丁城的方向赶去，花费了6-7个小时，终于在半夜赶到了诺丁城。小心地躲开城上守卫的视线，寻了一处无人看守的城墙后，我便直接使用瞬移进入了城内。此时诺丁城中并没有什么行人，回忆着诺丁城中的建筑，我快速地找到一处塔楼攀爬了上去，站在楼顶之上，借着月光，我远远地观察起了学院中的情况。想不到除了玉小刚之外，竟然没有一处教师的房间灯火亮起，什么情况？这个玉小刚是深夜空虚寂寞冷吗？这么晚了还不睡？玉大师，看来你命数已尽。我迅速确认了几处合适的狙击点，然后使出了瞬移魂技，悄无声息地落到了地上，没有浪费时间，迅速向着之前确认好的位置赶去。5-6分钟之后，我成功地来到了距离玉小刚住处1500米外的一处制高点，确认没有异常情况，我马上召唤出自己的第2武魂，然后借助着巴雷特的瞄准镜观察起来。此时，玉小刚正不断地翻找着自己从武魂殿中带出的藏书。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待我？我都已经成为理论无敌的大师了，为什么还是找不到解决我武魂缺陷的办法？我不甘心啊！哭嚎2声之后，玉小刚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那些被他从武魂殿中带出的珍贵资料被散落一地，唯有那本武魂10大理论被他抱在怀中视作珍宝。没有理会玉小刚接下来会干什么，我迅速将一颗消耗了我10%精神力制作出来的子弹装进弹夹中，拉枪上膛，一气呵成，随后调整好呼吸，瞄准了大师的脑袋。呼吸间，我果断扣动了扳机，下一瞬，一颗透明子弹就急速向着玉小刚射去。借助瞄准镜，我清晰地看到玉小刚瞬间就直接瘫倒在地。Nice！ 我迅速收起武魂，向着玉小刚的住处飞快赶去。5-6分钟后，我使用瞬移魂技进入了玉小刚的屋内。此时的玉小刚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彻底凉透，我赶紧摸了下玉小刚的脉搏，还活着。不应该啊！魂王以下的魂师精神力并不强，大多数魂师在应对精神冲击时，应该都是毫无抵抗能力才对。就算我只使用了10%的精神力，魂王以下中枪了应该都是必死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一把拨开玉小刚的手，将挡在他储物腰带前面的武魂10大理论抓起，像丢垃圾一样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中。随后又一把将玉小刚的腰带扯下，使用魂力感知了一下之后，眼中露出了惊喜的神色。腰带上的每个玉石能提供1立方米的空间，整个腰带共有24立方米的空间可以使用。最重要的是，腰带内居然有几千金魂币，还有一张金魂币卡。将卡片取出，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之后，卧槽，卡上居然还有上万的金魂币！想不到玉大师竟然还是个土财主。想想也是，玉小刚高低也是个大魂师，他每月可以从武魂殿中领到10个金魂币的补贴，在诺丁城又待了20多年了，这么长时间他一直都在蹭吃蹭住，只进不出的情况下，有一笔积累的金魂币也很正常。而且除了这笔钱之外，他毕竟还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家主之子，在离开宗门的时候多少也能带点钱出来。将这笔意外之财收好后，我又将腰带中的其他杂物全部倒了出来，快速的收集起了屋内的书籍。只是我并未注意到，就在我翻箱倒柜的时候，一些特殊的物质正在从玉小刚身上溢散出来，同时他的第2武魂开始拖拽并吸收起了这些东西。5-6分钟后，再将玉小刚从武魂殿中带出的珍贵书籍全都打包收集好后，我缓缓地来到了玉小刚的身前，将枪口对准了玉小刚的眉心，魂力开始在枪口处凝聚。杀了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唐三，不杀的话或许可以拿来做局，吸引比比东上钩。计划得当的话，说不准可以提前做掉比比东。正当我犹豫的时候，一道身影突然从我的魂环中探出头来。小屁孩，你这是在干嘛？看着从魂环中探出头来的小五，我顿时有些懵逼。在原著中，小五献祭给唐三之后，他们再次相见时，唐三正在和闵之一族的族长白鹤对战。曹禺很清楚地记得，书中的描述是小五的身影是虚幻且模糊的，唐三和小五完全无法交流，只能勉强感知对方的情绪。后来，唐三在对战杨无敌的时候被重创，当时唐三已经无法压制住魂环了，小五才能自行消耗自身的灵魂之力，使出魂技虚无魂技帮助唐三抵挡攻击。而现在眼前发现的情况却和原著中提到的完全不同。我和小五不但能够交流，而且小五的身形还很凝实，就像是拥有了实体一样。意识到事情有些超出掌控，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没有犹豫，我直接尝试着收起了武魂和魂环。下一秒，小五和巴雷特武魂都消失在了原地。还好，事情没有到最坏的地步。我扭头看向倒在地上的玉小刚，难道和他有关？原著中罗三炮的状态和现在的小五倒是有些类似。思索片刻后，我决定暂时先观察一下。左腿处魂力涌动，下一瞬我便出现在了魂师学院之外，迅速在附近找到一家旅店住下。关上门，我再次将巴雷特武魂召唤了出来。在武魂出现的瞬间，小五的身影就从魂环上浮现出来。喂，坏小子，你刚刚为什么不回我话，还把我收回魂环中？你知不知道在里面无聊死了？看着眼前这种叉着腰质问自己的小兔子，我不由得捏了捏眉心。你是什么时候苏醒过来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就是醒过来了。小五吐了吐舌头，随后又看向了我。还有，你那么凶干什么？我都已经灵魂献祭给你了。没有理会小五的表演，我质问道：说清楚，你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？还有醒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？在看到我有些严肃的表情后，小五被吓了一跳。你个小屁孩凭什么呀？我都成为你的魂环了，还给你提供了一块10万年魂骨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坏小子，我不理你了。说完之后，小五就回到了魂环之中不肯出来。看着小五消失离去，我皱了下眉头，
想不明白，只好坐下开始感知起了自己的武魂。不对，下一瞬，我猛地睁开双眼，手中的巴雷特此时竟然莫名多出了一种凝视感，而且同时发现巴雷特在凝聚子弹时，无论是子弹速度还是子弹的凝实度都得到了大幅提升。到底是因为什么？深呼吸之后，我平复下心情，再次将目光看向魂环，挤出微笑对魂环说道：“小兔子，你出来吧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保证不凶你了。”话音刚落，魂环就波动了一下，小五从中悄悄探出头来：“喂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准凶我，保证不会了。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曹宇，你是什么时候醒来的？醒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”听到我的话后，灵魂状态的小五坐在枪管之上，用手托住下巴，思考了一会后才说道：“我刚睁开眼就看到你在那个房间里找东西。至于说异常情况，你那个武魂好像一直在从那个大叔身上吸取着什么东西。当你拿着你那个奇怪的武魂对准了地上那个昏迷的老头子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自己可以从你的武魂中出来了。至于别的事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在吸取着什么东西，我一下就抓住了重点。喂，曹宇，你之前和我说的事情，你真的能做到吗？放心，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。你再回想一下，你刚刚说的还有遗漏吗？”闻言，小五松了一口气，没有遗漏了，我知道的我都和你说了。对了，曹宇你……小五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我直接伸手打断，然后直接将武魂收了起来，动作又快又熟练。被收回武魂空间后，小五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混蛋小鬼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天亮后，昏迷的玉小刚终于被人发现，学院哗然，院长亲自请来治疗系魂师为其治疗，然而治疗魂师却始终找不出玉小刚昏迷的原因，直到距离学院开学前7天，玉小刚才终于从昏迷中醒来。坐在桌边，我有些百无聊赖地翻找着桌上堆放的珍贵资料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查找，心中依稀有了一个猜测：玉小刚的武魂罗三炮具有特殊性，是整个斗罗大陆中唯一一个拥有自我意识且能离体战斗的武魂。有没有可能是罗三炮替玉小刚挡下了那一枪呢？对此，我的心中也没有答案。魂师学院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我必须在开学前1天离开诺丁城，去取走蓝银皇的魂骨。同时，为了避免被唐昊抓住，我还得在得手之后抓紧时间润出诺丁城。时间不等人啊，看来今晚就要去看望一下玉小刚了。时间飞速流逝，夜间玉小刚住处中，瘫坐在轮椅之上的玉小刚怔怔地看着自己屋内空空如也的书架，又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空荡荡的腰间，两眼发红，发泄般的大喊道：“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到底是谁对我下了黑手？是比东那个贱人吗？”砰！玉小刚眼前的桌子猛地爆裂开来，被吓了一跳的玉小刚慌忙召唤起武魂来：“三炮，快出来帮我！”玉小刚拼命想要将罗三炮召唤出体外，却始终都无法做到。玉小刚脸上的惊恐之色愈发的浓厚：“三炮，你出来啊！”又是一声枪响，玉小刚面前的地板被打出一个大洞，不少石块飞溅到了玉小刚身上，留下了一道道细微的伤口。该死！感受着身上传来的疼痛，玉小刚心中闪过一道灵光，随即他脱口喊出：“武魂附体！”下一瞬，玉小刚的肚子猛地弹出，耳朵变得肥大，嘴角上也开始长出獠牙，变成一副猪妖模样的玉小刚朝着四周不断的叫喊：“谁？到底是谁？你把我害得这么惨还不够吗？是比东派你来的吗？”诺丁学院外围一处制高点上，我借助着武魂上自带的瞄准镜，观察着玉小刚的一举一动，没有办法将武魂召唤出体外了。看来我的猜测有可能是正确的。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之后，我立刻收回武魂，因为刚刚并未使用冲击波魂技凝聚出来的子弹，只是用武魂平了几下，闹出的动静有些大了。刚刚那2枪已经吸引了不少魂师，向着自己这里和玉小刚那里赶去了。左腿处魂力涌动，下一瞬我便消失在了原地。7日后，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开学之际，天微微亮，唐三就和老杰克收拾好东西，向着诺丁城的方向赶去。而此时，我早已在蓝银皇所处的瀑布外等待了一夜，默默在心中计算好时间，我直接召唤出了小五。小五出现的瞬间，他便迫不及待问道：“曹宇，你真的确定这里面有蓝银皇和他的10万年魂骨吗？”蓝银皇肯定是在里面的，但魂骨有没有我就不太确定。见到小五还想再问，我直接打断了他。我之前已经和你说过了，蓝银皇是有人在看守的，我们时间很紧，你不信我的话，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哼，要我办事还是这个态度。说完之后，小五一甩蝎子鞭，抱着手臂就转过身去，只留给我一个背影，缓缓向着瀑布中段飘去。1分钟后，灵魂体状态的小五成功进入了那处石壁之中。嗡，一阵无形的波动之后，能够感知小五位置的我出现在了他的身边。行了，走吧。招呼小五一声之后，我便率先向着洞内赶去。小五傻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他此时的内心很乱。如果真如我说的那样，成功在这个山洞中找到了蓝银皇，那么我说的神考之类的信息大概率也是真的。见到我已经走远，小五也不再停留，马上便跟了上来。随着不断深入，很快我们来到了山洞尽头，在一处稍显宽敞的石室内，一株摇曳起舞的蓝银皇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架起了巴雷特。此时弹夹内早已装满了10颗特殊子弹，这些子弹是我这几天积攒下来的，注入了100%精神力的子弹。10连发！穿越斗罗，为了不被唐三这个挂逼打死，我决定猎杀小五，再吞掉蓝银皇。于是刚开局我就和唐三硬刚一下，都是穿越者，谁怕谁啊！而且我也是双生武魂，左手巴雷特，右手蓝银草。但唐三抢走我攻读生的名额，那一刻我就黑化了。他是先天满魂力，背后还有个恐怖的老爹，我却先天魂力只有1级。于是我想到能改变先天资质的办法。小五的10万年魂骨和蓝银皇，不正是送上门的韭菜吗？在一处稍显宽敞的石室内，一株摇曳起舞的蓝银皇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架起了巴雷特。此时弹夹内早已装满了10颗特殊子弹，这些子弹是我这几天积攒下来的，注入了100%精神力的子弹。10连发！
下一瞬，蓝银皇正在舞动的枝干停止了。见到这一幕，有些不忍的小舞没再停留，直接回到了魂环之中。很快，我便成功找到了那个原著中提到的暗藏机关。刚刚打开一小条缝隙，一阵柔和的气息就传了出来。没有犹豫，我迅速将盒子关上。到手了，蓝银皇的10万年幼腿骨。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，我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蓝银皇，摩挲着下巴走了过去，蹲坐在了蓝银皇面前。眼前的蓝银皇魂环虽然是最适合我武魂的魂环，但是它的年限还是太低了一些，可能只有90年左右。我有些拿不定主意，蓝银皇太过稀有，整个大陆都只有眼前这一株，吸错了最多后悔2天，不吸也许要后悔一辈子。不管了，我盘膝坐下，使用魂力将面前的魂环牵引了过来。此时的我吸收一个和自身适配的100年魂环，完全感觉不到什么压力，仅仅是10几秒的功夫，我便完成了吸收。放松下来的我感知了一下自己刚刚获得的魂技，卧槽！第一魂技蓝银领域。此时我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，虽然蓝银领域仅仅只是刚觉醒的状态，但拥有的能力却是伪装。我运转起体内的魂力，蓝银草武魂上方的第一魂环开始不断改变颜色。有了这个能力，我后续吸收超年限的魂兽也不需要担心会引人注意。就在我惊喜之际，在我边上的蓝银皇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开始枯萎发黄。我皱了下眉头，使用精神力感知起来，彻底失去灵魂了吗？看来唐三他妈没了。我再次将精神力深入下去，一颗充满生命气息的东西出现在了感知中。我迅速拨开蓝银皇生长出的土壤，一颗蓝金色的种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蓝银草是整个斗罗星最坚韧、最顽强的植物。蓝银皇作为他们的王者，并不会真正死亡，只是蓝银皇阿银的灵魂死亡了。后续这颗种子中出现的蓝银皇和之前的阿银应该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突然，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养殖蓝银皇，然后等到自身需要魂环的时候，就在收割蓝银皇，最后吸收它带来的魂环。我真他妈的是个天才！想清楚之后，我从腰带中取出一个玉盒，将生命之种放好，再将盒子郑重地收回腰带之中。随后我迅速在洞内检查一番，确认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也没有拉下什么宝物。之后我立马便朝着远方跑去。与此同时，正和老杰克一起赶路的唐三突然抽搐着倒在地上。该死，又是那种感觉！我到底是怎么了？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就来了2次，我这是中毒了吗？唐三有些想不明白，但是刚刚的经历还是让他心中燃起了一股无名火。就在唐三不远处藏着的唐昊，在见到唐三的表情后，此时心中也突然涌现出不好的预感。3日后，一处洞穴中，一个散发着蓝金色光芒的光团消失，我也睁开双眼，从沉睡中醒了过来。蓝银皇的10万年幼腿骨已经炼化完毕，和原著中提到的一样，蓝银皇幼腿骨给我提供的技能是飞行和自愈能力。自愈能力不需要多说，唐三能够成功从杀戮之都杀出来，后面能一次次脱离险境，这个能力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而飞行能力对我来说也很重要，毕竟我是玩枪的，能飞意味着我能够无视地形障碍，且能获得广阔的空中视野。有了这些，再加上我拥有的远程击杀能力，我将成为大部分地面类魂师的噩梦。想到这里，我伸手在储物腰带上抹过，装有蓝银皇种子的玉盒被我拿了出来，然后立马将小舞从魂环中召唤出来。哎呦，你干嘛？我睡得好好的，你把我叫起来！有些起床气的小舞一边抱怨着，一边缓缓浮现在我面前。小兔子，我现在有事要请你帮忙。看到我正色起来，小舞也识趣的收起了小性子。啥事只管说就好，小舞姐帮你搞定。我将刚刚取出的盒子递到了小舞面前，你应该会种草吧？我是吃草的，又不是种地的。以前不会没关系，你现在可以学。你也不想以后见不到妈妈吧？我越快成神，你才能越快见到自己母亲。小舞很想拒绝，最后也只能咬牙答应。又给小舞灌了几口鸡汤之后，我便再次向着天斗城的方向赶去。5、6个小时之后，有些困顿的我停在了一处茶摊前，决定先进去休息一下再说。就在这时，坐在我不远处的一桌客人对话吸引了我的注意。现在的小孩子有些恐怖啊。诺丁城的初级魂师学院里出了个天才学院，好像才6岁，据说就因为几句口角就直接嘎人了。2位叔叔，我对你们刚刚说的事情有点兴趣，你们能跟我仔细说说吗？2人随即扭头向我看来，见到只是一约莫7、8岁大的孩子，2人眼睛一亮。可以啊，小朋友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走，去我们内？卧槽，斗罗大陆上的人贩子还是连通术士？没有多想，蓝银草武魂被我召唤了出来，短短几秒内就缠绕到了2人的脖颈上。不远处的店老板在看到我的武魂和上面那个100年魂环之后，悄悄退出了店铺。魂师大人饶命啊！不要浪费时间，将你刚刚提到的那个诺丁城天才的事情告诉我。简单的交流过后，得知他们提到的那个小孩应该就是唐三了。看来我之前的举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唐三直接将那个门房杀了，但是很可惜，在唐三展示出自己的天赋之后，学院的人就没有再为难唐三了。真是个不平等的世界啊！我魂力涌动，直接使用蓝银草扭断了面前2人的脖子。就在这时，我依稀听见不远处传来的说话声，一把抓起刚刚放在桌上的金魂币，迅速朝着山林中跑去。就在我离开后不到半分钟，一批人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茶摊附近。这2个废物，人群
林中走出一个气质有些阴沉的大胡子中年人，他一脚踩在了地上的2个倒霉蛋的脸上后，朝着身后众人喊道：“直接开武魂吧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！能在这个年纪就成为了魂师，他的先天魂力不会低于7级，觉醒的还是蓝银草武魂，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大势力的成员。如果能拿下这一单，我们未来3年都不愁吃喝了。”不远处的我仔细辨别了一下，确认那批人中最强的大胡子也只是个3环魂尊后，我不再犹豫，迅速召唤出了巴雷特武魂，将瞄准镜中的准心对准那个大胡子。砰！一声枪响过后，正在狞笑的大胡子胸前炸出一个大洞，几乎是瞬间，大胡子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站在大胡子边上的众人傻眼了，他们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砰砰砰！我没给他们反应的时间，又是几声枪响后，第一个倒下的就是那个茶摊老板。反应过来的几人迅速四散着逃开，但是我借助魂骨的飞行能力迅速来到空中，随后连开数枪。片刻后，仅剩下最后一个1环的魂师还活着。我将枪收起，向着那人飞去。说说吧，你们是什么来头？大人饶命啊！我们是隶属于法诺斯拍卖行的捕奴队，在附近有一个据点，这处据点中的最强者就是刚刚死掉的浩哥。我们得到消息之后就来找您了。现在据点内还留下3个2环魂师看守。几分钟后，我结束了审问，干脆利落地扭断了那人的脖子。知道了我的样子，必须杀干净了才行。10分钟后，在偏离官道的一处小路中，我发现了一处由几间平房组成的小院，将巴雷特武魂收好，是时候试试自己蓝银草的实战能力了。走到那处小院的入口，刚好一个清瘦的男人走了出来，在对方惊愕的目光中，我召唤出了蓝银草武魂。下一瞬，蓝银草飞速生长，缠绕到了那人的身上。看到我的魂环和武魂后，那人也反应了过来，眼前这个家伙就是他老大刚刚去追逐的猎物，一个1环的蓝银草魂师还敢找上门来。那人召唤出武魂后就拼命挣扎起来，我不再留手，没有给对方使出魂技的机会，直接扭断了他的脖子。此时，另外2人在听到动静后也慌忙赶了出来，没有任何迟疑，2人迅速召唤出了自身的武魂。其中1人的武魂是螳螂，拥有2个黄色魂环，手肘处长出骨质的利刃；另1人的武魂是一根普通铁棍，魂环1白1黄。我控制着蓝银草，如同触手一般胡乱地劈向2人，仅是数秒，他们身上就多出了多道血痕。见到铁棒男的惨状，螳螂男也有了片刻的分心，下一秒，几根蓝银草组成的触手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了。知道自己躲不掉，我翠鳞螳螂可是高级武魂，怎么现在连蓝银草都斩不断？螳螂男只得侧身使用骨刃斩去，他期望自己能够直接斩断劈来的蓝银草，但是在骨刃接触到蓝银草的瞬间，螳螂男就意识到了不对，该死，这蓝银草强度也太离谱了吧！二狗，开路，我们出去打！铁棒男听到后不敢犹豫，直接催动了自己的第2魂技，套在铁棒上的黄色魂环闪动，铁棒男高高跃起，他的铁棒也套上了一层虚影，凭空粗上了好几圈。见此，院外的我眼睛微眯，控制着更多的蓝银草触手向着铁棒男劈去。铁棒男拼命催动，魂技为身后的螳螂男开路，几秒内，铁棒男身上就遍布血痕，被抽飞了出去。这时，一直躲在铁棒男身后的螳螂男也抓住了机会，他冲破了蓝银草的封锁，来到了院外，没有浪费时间，螳螂男直接催动自己的第2魂技，将双刃架在身前，以左腿为轴，身体迅速旋转起来，近100道细长的刀芒向着4周飞射出去。我也不再克制，左腿处魂力涌动，下一瞬，我消失在原地，并未受到什么伤害。但是倒在不远处的铁棒男却被刀芒射成了筛子，而停下旋转后的螳螂男还来不及观察周围的情况，我便凭空出现在了魂力枯竭、快要虚脱的螳螂男头顶。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，我双手托住螳螂男的脖子，咔嚓一声脆响过后，螳螂男也顺势倒在了地上。随后我迅速开始打扫战场。半小时后，我略带兴奋地从屋中走出，捧着6000金魂币和一块被放置在匣子内的不知名黑石。这些家伙挺有钱的啊！我将刚刚搜来的黑石拿在眼前观察一番，石头上传来一股腥臭味，这特么是个什么勾巴玩意？腥臭腥臭的。正当我思考要不要专门找人鉴定一下时，小五突然冒了出来，快把这东西丢掉！我有些懵逼地看向突然出现的小五，小五脸色微微有些发红，这种东西不适合你这种小孩子用，你快点丢掉！说话间，小五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身体不自觉地向后缩了缩，看着小五的表情，这玩意不会是金胶吧？这可是能够增强体质的好东西，没想到这次过来还能有意外收获。紧接着，在小五嫌弃的眼神中，我将金胶递了过去。小兔子，想不想知道金胶的厉害？浮在空中的小五有些呆呆地看了我一眼，片刻后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赶忙问道：“曹宇，你知道这东西是金胶，但是不知道金胶是干什么用的，对吗？”见到小兔子这副害羞的样子，心情还算不错的我决定逗逗他。我知道金胶的作用啊，它能拿来强身健体啊，我准备晚一些就服用这东西。听到我的话后，小五的嘴角抽了下，强身健体是什么鬼啊？小五微红着脸，我也懒得再逗他了。我知道这东西还有另一个作用，让火属性魂师将金胶化开之后服用，可以提升魂师的身体素质，让他吸收超越年限的魂环。小兔子，你也不希望我无法先比比东一步成神吧？听到我的话，小五哪里还不知道我之前是在逗他玩，啐了一口之后，小五直接回到了魂环之中。看着小五的身影消失，我将手中的金胶收好，5000年级别的金胶嘛，此物和我有缘啊。随后，我将地上的尸体收好，便再次踏上了前往天斗城的官道。1个月之后，一边赶路一边修行的我，终于来到了天斗城。刚进城，
就听到前方人群处传来争吵声。风啸天，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比我大了5岁，我只喜欢比我小的，你别跟着我了。火舞妹妹，我不大的，我也才17岁而已。听到他俩的对话，我嘴角一抽，100万人口的天斗城，这么快就遇到原著中的配角了。风啸天，你真不是我的菜。火舞再次拒绝风啸天之后，随意的扫了一眼旁观的人群，突然他眼前一亮，等等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孩子？此时站在人群中的我，因为蓝银草武魂进化的原因，本就俊朗的外貌变得更加帅气。看着我的火舞眼睛一转，心中有了主意。风啸天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你别跟着我了。说着，火舞便向着我快速跑来，然后如同乳燕归巢一般张开双手向着我扑去。我的嘴角一抽，默默向后退出2步，砰！火舞扑倒在了我的脚边，周围的普通民众都看傻了。风啸天瞬间就红温了，混蛋，你离我的火舞妹妹远一点啊！风啸天怒吼着冲了过来，倒在地上装死的火舞知道不能继续这样，黑着脸从地上站起身来。风啸天，你那么大声干什么？见此，我转身向着人群后走去，并不想掺和进这些事情里。谁知火舞竟朝着我追了上来，喂，你等一等啊，我有事找你。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学院上学啊？要不要来我们赤火学院？我们这可是高级魂师学院，我能让你特招入学哦。没兴趣。我瞥了火舞一眼后，甩开他的手，便想赶紧离开。你考虑一下嘛，我们学院真的不错的。作为赤火学院院长的女儿，火舞觉得自己有必要帮助学院召集有天赋的学生。我有些无奈。正当我要再次拒绝火舞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此时正躺在自己储物腰带中的金蛟，不正好让眼前的火舞试一试吗？按照原著中的记载，火舞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是19岁，此时的火舞应该是12岁左右。在这个年纪，火舞最多也就是个大魂师，我不需要担心他会对自己构成什么威胁。想到这里，我收回了之前那副冷冰冰的表情，在1秒之内实现了360度大变脸，笑容满面的反抓住了火舞的手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叫我厉飞羽就好，我确实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看到我拉住自己的手，火舞的脸刷一下就红了，赶忙抽回自己的手。这次他是真的有点害羞了。魂环空间中的小舞见状也是愣了一下，开口就想骂我混蛋，但是我却直接闭了小舞的麦。火舞脸色有些发红，稍稍有些扭捏的看向我。我叫火舞，跳舞的舞，你叫我小舞就好。闻言，我的嘴角不自觉的抽动一下。当面 NT2 真的好吗？我点点头。火舞姑娘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刚好有件事要找你帮忙。说着，我便直接拉着发猛的火舞走向了一旁的旅店。等看清周围的陈设后，火舞张大了嘴巴，有些不可置信的看向我。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会吗？他一把甩开了我的手，眼神带着怒意。你居然是这种人！火舞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真的只是准备找你帮个忙而已。说着，我看向了一旁正在吃瓜的旅店老板，将一枚金魂币递了过去。你好，一间房。旅店老板冲着我露出一个暧昧的笑容，随后朝我递出一把钥匙，上楼右转第3间就是您的房间。火舞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又想到了我刚刚有些轻浮的动作，他的目光逐渐变得冰冷起来。呵呵，我倒是想看看你要搞什么花样，跟我走吧，火舞姑娘。说着，我便率先向楼上走去。火舞瞪了一眼在一旁假装正人君子的酒店老板后，才跟在我后面。片刻后，我和火舞先后进入了旅店房间。咔嚓，我关好门，放好插销，看着我麻利的动作，火舞眼中冷意更甚，暗自开始催动起魂力来。等下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不轨的举动，他绝不会留手。我没有理会火舞的眼神，抬手将之前获得的金蛟递到了面前。火舞姑娘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听到我的话后，火舞傻眼了，眼神带着诧异。我立马编起了故事，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件宝物，我需要你帮我融化它。融化它。看着眼前黑乎乎的石头，火舞面色微红，感情是自己想多了。他翻了个白眼，伸手接过我递来的东西，没发现什么异常后，便开始尝试着融化金蛟。随着火舞魂力的注入，很快一股奇异的香气从金蛟中散发出来，黑色的金蛟上也开始出现了点点金色的光斑。片刻后，金蛟逐渐变成了暗金色的胶质物。眼见时机成熟，我不再犹豫。火舞姑娘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了，我现在还有点事，暂时就不留你了。听到我的话，火舞有些迟疑地问了一句：“那我走？”我单手将房门打开，随后又做出一个请的手势，顺着我的引导，火舞一脸懵地走出了房间。我快步回到床边，盘膝坐下后，一口将金蛟吞了下去。随后，我便开始使用魂力炼化起来。伴随着我开始炼化金蛟，一股股热流开始冲刷着我的四肢百骸，气血翻涌间，我的身体逐渐变得淡红，汗水不断从我的身上流下。10分钟后，我缓缓地睁开了双眼，身体素质提升了不少。现在的我，也许可以考虑一下5000年级别的第2魂环了。打开房门后，我便看到了蹲守在外面的火舞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听到我的话后，火舞捏了捏拳头。什么叫做我怎么还在这里？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火舞站起身来，活动了一下手脚。飞羽弟弟，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告诉你，魂师的修行是离不开战斗的。来，我们到斗魂场上去，让姐姐我来教教你该怎么当一个合格的魂师。最后一句话，火舞是咬着牙说出来的。看着火舞的表情，我耸耸肩，火舞姑娘，多谢你的好意了。我想，我并不需要你来教我该怎么战斗。两人拉扯着走了下来。旅店老板用隐晦的眼神打量着我和火舞，可惜了，我记得这个小姑娘刚刚好像是没进去多久就出来了。啧，可怜啊！在店老板同情的目光中，我退了房，转身离开了旅店。不远处，风啸天正神色恍惚地朝着这边走来，好像是火舞的声音。失魂落魄的风啸天像是收到了什么信号一样，马上便来了精神，一眼仅仅是抬头看了一眼，风啸天便直接瘫倒在地。在他的视线里，火舞此时正抓着我的手臂和我从一处旅店中走出。假的，这一定是幻觉。风啸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是地上青石板传来的冰凉感觉又让他清醒地意识到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魂师的五感远强于常人，即使隔了一段距离，风啸天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我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的衣衫。风啸天仰天长嚎，听到了风啸天的声音，我和火舞都转头看了过去。在看到风啸天的第一眼后，我就知道自己脱身的机会来了。火舞姑娘。
娘，也许你该去安慰一下你的朋友了。她似乎误会了什么。我冲着火舞摊了摊手，随后轻笑着说道：“火舞姑娘，我还有点事，就先走一步了。以后我们有缘再见吧。”说完，我便将魂力附着在腿上，快步向着远方跑去。看着我远去的背影，又看了看一旁失魂落魄的风啸天，火舞整个人都麻了。离开火舞的视线之后，我又刻意绕了几圈才向着自己住的方向走去。同时，我还用精神力对装死的小舞说道：“回去之后，我会开始闭关，全力冲刺20级。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很长。小兔子，你要尽快帮我选出合适的魂兽作为我的第2魂环了。”听到我的话后，小舞也不再装死。我知道了，曹宇，你打算走什么路线呢？研究了这么久的资料，我觉得还是辅助路线更适合你的蓝银草武魂。但是如果选择走辅助路线的话，你前期的战斗力会很弱的。你的那个奇怪的武魂好像也只适合远程作战，而且每次攻击之后的间隔也有点长了。我轻笑一声后，再次开口道：“就走辅助路线吧。魂技的选择方向往魂力、生命力的方向靠，最好是能获得增幅或者是治疗一类的魂技。至于说我战斗力的问题，你完全不需要担心。我另一个武魂的全名是巴雷特 N821，只要魂力足够，它是可以连发的。在得到金蛟的加强之后，我的身体素质应该已经足以驾驭它了。7天后，我背负着一把重达1000斤的石锁，我双手撑住地面，身子一上一下的做着俯卧撑。起伏间，我全身大部分力量都被调动起来，上半身的肌肉绷紧，一道道青筋蜿蜒着盘踞在我的手臂上。此时，我身下的地面早已被汗水浸透，直到再次力竭之后，我双肩轻轻抖动，将石锁从背上甩下，随即催动蓝银黄魂骨治愈起了酸胀的肌肉。片刻后，呼吸平复下来的我走到边上的石桌旁，拿起早已准备好的食物和盐水，开始补充起刚刚消耗的能量。因为蓝银黄魂骨的存在，我不需要担心这样做会伤到自己脆弱的消化系统，暴饮暴食什么的完全无所谓，反正就算留下内伤了，魂骨也能治。大口咀嚼着口中的食物，我看向周围早已大变样的环境。此时，我的小院内早已种满了蓝银草，就连屋子里也随处可以看见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盆栽。7天前回来的时候，顺手挖来的蓝银草基本都已经种下去了。小兔子这几天倒是没有偷懒啊，感受着体内已经到达瓶颈的魂力，我点了点头。这拟态修炼环境确实有用，如果没有这个环境，我可能还要再花1-2天时间才能到达20级。靠着强度还算可以的体能训练，再加上原有的10万年魂骨的加成，我现在的身体素质绝对比一般的魂宗还要强得多。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，我的第2魂环完全可以选择5000年左右的魂兽，调整一下状态，明天可以出发去猎魂了。正当我思索的时候，小舞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曹宇，我这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”我抬眼望去，只见小舞甩着麻花便蹦跳着从屋内跑了过来。我咽下口中的食物后说道：“先说好消息吧。”嘿嘿，不急，曹宇，你把你的蓝银草武魂召唤出来，然后尝试着修行一下魂力再说。闻言，我眉头一挑，难道是蓝银皇发芽了？听到我的话后，小舞的脸立马就耷拉下来，瞥了我一眼，小舞才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没意思，你居然就这样猜出来了，确实是蓝银皇发芽了。对了，曹宇，你是怎么猜出来的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我之前带回来的蓝银草数量有限，我能看得出来，那些蓝银草基本都已经被你种下去了。既然你太修炼环境短时间内不能变得更好，我又没有获得什么新的机缘，那你说说，能让我短时间内提升修炼速度的因素还剩下什么？看着情绪不高的小舞，我轻笑2声，行了，先说说你是怎么帮蓝银皇种出来的吧。前段时间那玩意儿一直不发芽，我还有些担心蓝银皇是不是被我的巴雷特崩坏了。听到我的吐槽，小舞也是翻了白眼，随即向屋内走去。片刻后，小舞抱着一株蓝银草走了出来。蓝银皇哪有那么脆弱？你之前挖回来的那些蓝银草，因为处理手法粗暴的原因，很多蓝银草植株的根茎处都受到了损伤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移植的蓝银草植株总体的成活率都超过了90%。蓝银草都有这么强的生命力，蓝银皇怎么可能差？说着，小舞将蓝银皇盆栽放在我吃饭的石桌上，在我有些惊讶的目光中，小舞伸手撩拨起了蓝银皇细弱的叶片，蓝银皇也开始随之摇曳起来，甚至还伸出叶片缠绕在了小舞的手指上。看着面前的蓝银皇，我微微眯眼，说说坏消息吧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株蓝银皇刚诞生不久，但是它已经开始孕育出了自己的灵魂。小舞收回摆弄蓝银皇的手，叹息一声后将盆栽向我推去。曹宇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它？沉默片刻后，我看向小舞问道：“小舞，你确定这是新生的灵魂吗？它和原来的蓝银皇还有关系吗？”小舞拖着下巴思考了一下，才摇头说道：“应该是没有关系的。蓝银皇虽然有杀不死的说法，但是它其实只是让自己的灵魂在自己的种子上重生而已。曹宇，你上次不是已经用你的巴雷特彻底毁灭前任蓝银皇的残魂了吗？现在这株蓝银皇里的大概率是一个新生的魂魄。”停顿了片刻后，小舞直视我的眼睛说道：“前2天我们不是一起讨论过蓝银皇为什么无法发芽吗？我认为原因就在这里，在你毁灭前任蓝银皇的灵魂后，蓝银皇的种子中就开始孕育起了这个新生的灵魂了。直到最近，这个小家伙的意识诞生之后，种子才成功发芽。”犹豫了一会，小舞接着说道：“曹宇，这个小家伙和过去的蓝银皇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试着培养一下他，然后让他献祭给你。只是普通献祭的话，他的灵魂是可以在种子中重生的。”看着小舞的眼睛，我沉默了半晌，我能够看得出来，小舞真的很喜欢这株新生的蓝银皇。四周安静了下来，片刻后，在小舞以为我要再次击杀蓝银皇时，我才开口说道：“你是我认可的同伴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”闻言，小舞的眼睛亮起，再次雀跃起来。“曹宇，你可以试着使用精神力和这个小家伙沟通一下。”轻轻点头之
之后，我试着将手指搭在蓝银皇的叶片上，控制着精神力，尝试着与蓝银皇建立联系。很快，双方的精神便成功建立。你好，我试探性的传递出意念，但是蓝银皇却没有什么反应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小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这个小家伙的灵魂还很孱弱，他并不能理解你所表达的意思，但是他应该可以了解你的情绪。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和他沟通。听到小五的话后，我有些惊讶地看了过去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啊！看见我的目光，小五轻哼一声，随即小五向蓝银皇伸出手去。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理论大师啊？愚蠢的小鬼，好好看，好好学，我只教一次。小院内，小五触碰着蓝银皇的枝叶，他并未言语，只是通过精神力将自己的情绪传递了过去。几秒钟之后，蓝银皇也终于放松了下来，开始试探性地将枝叶搭在我的手指上。通过之前建立的精神链接，我此时也感知到了蓝银皇的情绪，这是对新事物的憧憬和疑惑吗？看来这个新生的小家伙确实和前任蓝银皇没什么关系。又和蓝银皇交流了一会之后，我和小五相继都收回了自己的精神力。小五叉着腰，有些自得看着我，学会了吗？愚蠢的小鬼，我告诉你啊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和理论相结合，只知道用蛮力硬来的话，你就会变成力量的奴隶。我挑眉看了看眼前的小五，倒反天罡啊！这时没有给小五反应的机会，我伸手揉起了小五的狗头，将小五的头发弄乱之后，我才冷笑一声：愚蠢的兔子，你服了没有？小五没有说话，只是简单整理了一下被我弄乱的头发后，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轻笑一声：小兔子，告诉我，想要将蓝银皇培育到我所需要的年份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小五白了我一眼后才说道：曹宇，你知道蓝银草的特点吗？什么特点？我问道。随处可见，但是又人人嫌弃。如果长在农田之中，它就会被农夫连根拔起。听到小五的话后，我也意识到了什么。小五，你的意思是蓝银草会掠夺其他植物的养分？不只是这样。小五指了指房子周围的蓝银草，蓝银皇远比蓝银草更要霸道得多。这个小家伙在刚刚发芽的时候，就强令周围的蓝银草为它献出生机，供它成长。曹宇，我刚刚和你说的是它才刚刚发芽，你不会没有注意到我说的这句话吧？你仔细看看，现在的蓝银皇哪里像是刚发芽的样子？听到小五的话后，我也意识到了不对，仔细打量起了面前的蓝银皇。此时的蓝银皇大概有20-30厘米高，而且已经分出了枝叶，华美的金色线条已经铺满了蓝银皇的叶片，这确实不像是一株刚发芽的植物。我又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发现靠近屋子的那部分蓝银草确实有些蔫了的样子。见此，我目光开始变得火热起来，扭头对小五说道：小五，你能让他再施展一次刚刚的能力吗？不行。小五摇摇头，我刚刚在房间里的时候就已经测试过了，经过刚刚那次收割，小家伙现在好像已经吃饱了。我妈撒起了下巴，我获取第2魂环的事情看来要暂时放一下了。等等，如果我用其他的植物当做养料来培育蓝银皇，又是否能行呢？在吞噬了那些植物之后，蓝银皇是否能够获得那些植物原有的一些能力或者特性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那么用仙草行吗？假如我直接将仙草喂给蓝银皇，蓝银皇是否可以进化呢？如果我在得到成功进化后的蓝银皇的献祭，我的蓝银草武魂是否可以继承这些特性，继续朝着更强的方向进化呢？要知道，原著中提到的仙草数量可不少啊，而且各个属性的都有。想到这里，我赶忙再次开口问道：小五，这株蓝银皇能吸收其他植物系魂兽的力量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现在就去猎杀一些植物系魂兽过来，用它们来培育这株蓝银皇。小五一愣，思索了片刻后才说道：应该是可以的。很多植物系魂兽都会将进入自己领地的普通魂兽杀死，把它们的尸体作为养料，以此来加速自己的修行。蓝银皇也是植物系魂兽，应该也没什么问题。小五拖着下巴思考了一会，才继续说道：不过我这也只是猜测而已，具体的结论我需要经过实验才能得出。看着正在一本正经地向自己解释问题的小五，我暗暗想到，看来读书还是有用的。小五这是要进化成理论大师了吗？注意到我的目光后，小五有些狐疑地看向我，这个小鬼坏得很，他不会是在心里编排我吧？我轻咳2声道：那就尝试一下吧。不过这株蓝银皇还是有些珍惜的，我们先不急着用它来做实验，直接用普通的蓝银草进行尝试就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关于蓝银皇的培育和新实验项目的建立，我会尽快提上日程的。小五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啪啪啪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下一瞬，小五消失在了原地。我将蓝银皇抓起，也不管储物腰带能不能放置活物，直接将蓝银皇盆栽塞了进去。厉飞宇，你在里面吗？一道陌生的声音传来，我目光逐渐变冷，盯着不远处的房门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你住这里，再不开门，我就直接砸门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门外的人继续喊道。闻言，我稍稍放松了一些，是个少年的声音，声线还有些稚嫩，听上去年纪不大，是风啸天的人还是火舞的人？砰！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我的院门被砸出了一个大洞，几个身穿绿色制服的少年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。为首那个少年拍了拍身上的衣服后，带着小弟走了进来。就你是厉飞宇是吧？我们老大要见你，老老实实跟我们走一趟吧，别逼我动手啊！小院内看着破损的大门和大踏步走进门内的几人，打量一番后，我猜出了他们的来历。神风学院的人吗？我活动一下手腕，在心中计算起来，这批人基本在11、2岁左右。按照原著中的情况推测，在这个年龄段的魂师不开挂的情况下，最多也就是20几级的样子。对付这种等级的魂师，我还不需要担心那么多，即使不使用其他魂技也能吊打他们。想到这里之后，我向他们身后打量了一番，在发现他们后面没什么人后，我笑眯眯地问道：就来了你们几个人？你们的老师学长他们呢？打你一个1环的蓝银草魂师，我们还要叫人？太看不起我们了吧？为首的少年不屑地说道。听到对方自报底牌的发言，我心中松了一口气，随即我笑着回应了那人一句：没有人跟着就好。话音刚落，我直接召唤出武魂，在对面发懵的眼神中，我用蓝银草
作为鞭子狠狠地抽了过去。啪！一声脆响之后，为首的那名少年直接被抽飞了出去。其他人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，其中一个看上去稍微成熟一些的少年喊道：“兄弟们，开武魂！”啪！他话还没说完就挨了我一鞭子。其余几人慌忙行动起来，他们想要召唤出武魂，但是我哪里会给他们机会？啪啪啪！又是几鞭子抽了过去，打断他们魂力运转的同时，我又催生出更多的蓝银草。很快，我便控制着蓝银草将被打飞出去的几人都吊了起来。我又耐心等了一会，见到确实没人来救他们之后，我才扭头看向被吊着的几人。正当我思考着该怎么处理这些少年的时候，小五有些焦急的声音响起：“曹宇，你先将小家伙取出来再说。你的腰带是无法储存活物的，小家伙现在还很孱弱，撑不了多久的。”听到小五的话后，我也反应了过来，快步向屋子中走去。片刻后，我将储物腰带中的蓝银黄盆栽取了出来，仔细观察起蓝银黄的状态来，确认它只是有些蔫了以后，我也放下心来，只是目光中的冷意又重了几分。将蓝银黄盆栽放好之后，我快步走回院内，看着被蓝银草吊在半空中的几人，我提着一条粗壮的蓝银草就走了过去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老大是神风战队的队长风啸天，你动手之前，你最好想清楚一点。我对几人的叫骂声完全不在意，啪啪，挥动手中的蓝银草在地面上抽动2下，熟悉了手感和力度之后，我控制着蓝银草将几人拉到身前，狠狠的几鞭子下去。眼前几个神风学院的学生都哭了起来。你偷袭，你不讲武德，我要去告诉老师。见到众人哭闹，我做事又举起手中的蓝银草，还没服气是吧？见状，神风学院的几人都默默地闭上了嘴巴。看着终于老实下来的几人，我再次问道：“说说看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片刻后，我从几人口中得知了事情经过，是有一个神风学院的高年级学长给了他们10枚金魂币，让他们来把自己的腿打断，然后绑到学院去见风啸天。虽然钱不多，但是他们以为是给风啸天做事，都很高兴地应了下来。就在我思考要怎么处理几人的时候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，院内众人纷纷转头看去，火舞和风啸天的身影相继出现在了我的小院门口。看着被我吊在空中的众人，火舞和风啸天都傻眼了。火舞狠狠地瞪了风啸天一眼，随即冲着我喊道：“飞羽弟弟，你没事吧？”听到火舞的话后，在场的几人都呆住了，众人看向火舞的眼神都有些奇怪，尤其是被吊在空中那几人更是直接大喊道：“火舞学姐，你看看我们，我们才是被打的那一方啊！”闻言，火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轻咳2声后对着我说道：“那个飞羽弟弟，你先把他们放下来再说吧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右手微动，被吊在空中的几人就相继掉了下来，没有管地上这几人。我扭头看向风啸天，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你就给这几个小屁孩10个金魂币，然后让他们来打断我的腿？”听到我的话后，风啸天也傻眼了：“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明明是给我战队的一个队员1000金魂币，让他拿这些钱邀请你来学院一趟啊！”闻言，地上的几人都不哭闹了，他们眼神迷茫地看向风啸天：“1000个金魂币，请过来。”几人和风啸天交流之后才发现，原来风啸天交代的事情被层层转包了下去。神风战队的一个队员在拿到金魂币后，分了100个金魂币给自己的一个学弟，让他去把我抓来。那个学弟认为我只是一个1环的蓝银草魂师，实力完全不值一提，于是他又用10个金魂币的价格将事情转包给了更低年级的学弟。知道事情经过后，小院内的气氛沉默了下来。片刻后，火舞轻咳2声，挥手示意地上的几人抓紧离开。那几人揉着屁股，互相搀扶着走了出去。等到他们都离开之后，火舞才再次看向我：“飞羽弟弟，能告诉我你现在是几级魂力吗？”我皱了皱眉头，但是我并未马上拒绝，而是反问道：“你先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找到你并不难，你长得很好看，任何一个见过你的人心里都会留下印象，只要走过就会留下痕迹。我们稍微打听一下，很快就找到你的住所。”火舞看着我说道。听到火舞说是自己的外貌留下的线索后，我的嘴角抽动了一下，我这该死的魅力啊！随即我又看向火舞他们：“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？”见到我依旧不愿透露，火舞便直截了当地说道：“上次你催动武魂的时候，我就感知到了你的魂力很强，你的魂力至少也应该在15级左右。”说着，火舞又上前一步：“飞羽弟弟，独自一人修炼的情况下，年仅9岁，在这个年纪你就拥有了这么强的魂力，你绝对算是一个天才魂师。我们这次过来，就是希望能邀请你加入我们，无论是赤火也好，神风也罢，我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备战下届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。”夜晚，天斗城外围，我脚尖在墙面上轻点一下，借助蓝银黄魂骨的助力，一身黑衣的我悄无声息地从院子后边的围墙翻出。魂环空间中的小五有些不解地看着我：“曹宇，你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吧？下午那2个人只是邀请你加入他们学院而已，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？我布置了好久的住处，你直接就不要了？”我脚步不停，按照自己早已选好的路线，在小巷子里不断穿梭，同时使用精神力和小五交流起来。“小兔子，你不会真觉得他们是为了让我加入他们战队才来找我的吧？不然呢？”小五有些迷茫地看着我：“所以说，你还是那个愚蠢的兔子。”没给小五反驳的机会，我再次说道：“小五，你还记得风啸天下午提出的条件吗？”听到我的话后，小五略微回想一下，便开口说道：“记得，他说的是让你加入他们学院，然后他会在6年后带你夺冠，在夺冠之后，他会让你接任神风战队的队长。”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小五的声音也逐渐低了下去。小兔子终于意识到不对了吗？风啸天和火舞分别来自赤火学院和神风学院，这2所学院与天水雷霆象甲并称为天斗5大元素学院。这几个学院的学生走的都是极致路线，而且武魂的属性一般也和他们的学院的极为贴合。在他们眼中，我不过是一个9岁左右，拥有18级以上魂力的蓝银草魂师而已。风啸天开出这样的价码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小五沉默了片刻后，才有些担心地问道：“他们过来找你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应该是冲着金蛟来的。”我之前还是有些大意了，自从拿到蓝银黄魂骨之后，我的心态就有些飘了。上次服用完金蛟之后，我的气息不稳被火舞察觉出了异常，再加上风啸天的事情，他必然会将帮我融化金蛟的事情说出来。他们和自己的师长稍微聊一下就能发现不对。蓝银草是公认的废武魂，但是我一个
独自修行的平民魂师却可以修炼得这么快。他们专程过来邀请我进战队，大概率只是希望我能够自己说出秘密而已。曹宇，你这也只是猜测而已。再说了，你把金蛟的事情说出去也没什么关系吧？小五有些不解。闻言，我皱了下眉头，刚刚还以为你开窍了，原来你还是一点都没变。如果我把金蛟的事情说出去了，他们要把我灭口怎么办？就算不灭口，如果他们将我软禁在学院内怎么办？要是再糟一点，他们察觉到了我有10万年魂骨，那我们又该怎么办？听到我的几个问题，小五也有些被吓到了。曹宇，你说的这也太夸张了吧？小新无大错，你自己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？我话刚说完，气氛直接冷了下来。我也注意到了自己刚才的语气有些重了，这不是同伴之间应该有的对话。但是我也没有接着和小五聊天，只是默默沿着自己选定的路线前进。第二天清晨，我早早的就出了天斗城，一路向着落日森林赶去。7日后，落日森林外围的一处隐蔽山谷中，站在山谷边缘的石壁上，观察了一会附近的环境之后，这地方还算不错，要不就将位置选在这里吧。小五，你说呢？我话音落下，小五的身影也缓缓浮现出来。这里看上去并没有多少魂师来过，山谷中光照充足，在深处还有着水源，这确实是一处培育蓝银草的好地方。但是曹宇，你没发现不正常的地方吗？这里的自然环境很好，但是却听不到什么鸟兽虫鸣。就在这时，伴随着一阵嗡鸣，一道金色的光柱向着我击射过来。我左腿处魂力涌动，下一瞬，我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。砰！光柱打在了我身后的石壁上，碎石飞溅，烟尘四起。我和小五出现在半空之中，一条20几米长、腰身有水桶粗细的怪异蟒蛇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。看着那条巨蟒口中缓缓消散的金色光点，我眉头蹙起，看向一旁的小五说道：“这条蛇大概是多少年修为？”小五只是简单的看了2眼之后，便报出了数据：这是一条5000年修为的碎金蟒，无毒，能够改变自身颜色融入周围，善隐匿，洗头袭，口中可喷射能量波，威力不错，但是需要时间蓄力。我知道了。随即，我直接召唤出自己的第2武魂，架好巴雷特，对准了正在和自己对峙的碎金蟒后，砰！一声枪响之后，碎金蟒的身上吐出一个血洞，嘶鸣一声，碎金蟒的眼中流露出人性化的恐惧之色。随后，他伏低身体就向着远处逃窜出去。嗡！我再次催动瞬移魂技，一个闪身出现在了碎金蟒的头顶。在碎金蟒还未反应过来之际，我直接开启了连发模式，砰砰砰！一连串的炸响之后，碎金蟒整个舌头都被我用巴雷特轰了个稀烂。随后，一圈紫色的魂环从碎金蟒的身上飘起，小五捂着嘴巴飘到我身前，他的眼中满是震惊之色，伸手抚摸起我巴雷特武魂。你这奇怪的武魂居然真的可以连发，而且还这么夸张！你现在也才20级的魂力啊，怎么随便一下攻击都有魂王的水准了？我看了这么多典籍，就没见过你这么厉害的武魂。看着小五的动作，我嘴角抽动几下，轻咳2声后说道：“你现在不是见到了吗？”说完后，我也不管小五幽怨的眼神，直接就收回了自己的武魂，缓缓从空中落下。看着地上残破的碎金蟒尸体，小五嘀咕2句：“怪不得这山谷里连一声鸟叫都听不见，原来是这个东西在这里。”又看了几眼碎金蟒之后，我心中一动，对着小五说道：“小五，我们直接把蓝银草移植到这具尸体上可以吗？对于植物系魂兽来说，这种东西不是大补吗？”听到我的话，小五并未马上给出答案，拖着下巴思考了一会之后，小五伸手抓向我腰间，熟练的从储物腰带中取出几本书籍翻看起来。片刻后，小五才说道：“植物系魂兽确实可以吸收其他魂兽来加速自己的修行，但是蓝银草是个特例，相较于其他植物系魂兽，蓝银草还是太弱小了一些。我甚至有点怀疑，100年以下的蓝银草到底算不算植物系魂兽？普通的蓝银草吸收这些魂兽的能量，我担心他们会被直接撑死。不过我这边有一株蓝银黄啊，我完全可以用蓝银黄去引导那些蓝银草吸收啊，就算成活率低，但也是有希望的。之后我再选取成功吸收了魂兽能量的蓝银草作为第1代支柱，反复几次之后，我未必不能培育出新品种的蓝银草。我小五是要成为理论大师的人。就在小五充满干劲想要下去干活时，我怀中的蓝银黄传出一阵特殊的波动，感觉到异常之后，我赶紧将蓝银黄取了出来。看着不断摇曳的蓝银黄，我有些迷惑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曹宇，把他放下来吧，小家伙这是准备接受第2次陷阱。我眼中也出现了一抹喜色，依照小五的意思，我快速将蓝银黄放在了地面上。片刻后，我感知到一股无形的波动从蓝银黄身上向着四周蔓延开来，在蓝银黄周围几10米内的蓝银草都纷纷向其倒伏下去，点点绿芒从那些蓝银草的叶片上升起，缓缓飘向了我脚边的蓝银黄。在我惊喜的目光中，数不清的绿色光点融入了蓝银黄的身体内。随着绿色光点的不断融入，蓝银黄开始长出新的枝叶，整体高度也在不断上升。与之相对的，那些献祭了自己生机的蓝银草都萎靡了下去，甚至有部分蓝银草出现了枯黄的状况。就在这时，地上的蓝银黄突然抖动了一下，嗡！一圈无形的波纹以蓝银黄为中心向着四周传递出去。我距离蓝银黄最近，能感知到自己的蓝银草武魂似乎也产生了某种悸动，下意识的就将自己的蓝银草武魂也召唤了出来，似乎是与不远处的蓝银黄产生了共鸣。我的蓝银草武魂也开始散发出蓝金色的光彩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和四周的蓝银草建立了某种联系，能借助蓝银草感知到周围的情况。四周的蓝银草也顺势向着我拜伏下来。卧槽，我的蓝银领域进化了吗？就在我感到兴奋时，一道稚嫩的意念传来。你好啊！我挑眉向着意念传来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不远处的蓝银黄此时正冲着我挥动着枝叶，像是在打招呼，又像是在撒娇，能够传递信息。蓝银黄的灵魂也已经成长起来了吗？看着不远处的蓝银黄，又看看自己手中再次得到进化的蓝银草武魂，我再也克制不住笑容。今天这是双喜临门了！沐浴在蓝金色的光芒中，四周的蓝银草再次迸发出生机来。等到光芒消散之后，献祭仪式才算彻底结束。心情大好的我看向小五笑道：“小五，你去看看蓝银黄吧，有惊喜哦。”听到我的话后，小五眼睛一亮，快步走上前来，将手指搭在蓝银黄的枝叶上，细细的感知了
了起来。片刻后，小五的脸上也浮现出笑意。这次获得献祭的范围比上次大了很多，这个小家伙得到的好处也多了不少。他现在的灵魂已经强大了不少，除了情绪之外，他居然已经可以和我们简单的沟通了。曹宇，我们就以这些蓝银草作为第一次实验的对象吧。你找地方将庇护所搭起来，我们这段时间就住在这里吧。知道研究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，我默默点了点头。我的野外生存经验很足，再加上有着储物腰带存在，也不需要担心补给的问题。我快步走到碎金蟒那散发着血腥气的尸体边上，直接召唤出巴雷特武魂，将枪口对准碎金蟒的蛇躯之后，没有墨迹，直接开启了扫射模式。砰砰砰，数十枪之后，我的魂力耗尽，边上的碎金蟒也早已成了一滩烂肉。深呼出一口气后，我从储物腰带中取出铁锹，开始挖掘周围的土壤，并将其尽可能的覆盖到碎金蟒的蛇躯之上。可惜了，没有挖掘机在，单凭人力做这些事情还是有些费劲的。1小时之后，我终于忙活完毕，反复确认泥土已经将蛇躯全部铺满之后，我才再次召唤出小五。没有多说什么，双方很默契的开始行动，小心翼翼的从附近挖出一株又一株蓝银草，然后又将其移植到了那堆浮土之上。临近傍晚时，我和小五才将工作搞定。揉了一下有些发酸的腰杆，我再次使出了蓝银皇的治愈魂技，魂力涌动间，清凉感传来。我呼出一口气之后，忍不住再次感叹道：“唐三，你母亲的魂骨是真的好用。”听到我的话，边上的小五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，随即娴熟的从我的腰间掏出纸笔开始记录起来。武魂力2637年2月18号，新品种蓝银草培育实验开启，首次选择植株103株特殊蓝银草，能量供体5000年金土双系魂兽碎金蟒。见到小五一脸专注的模样，我温柔的揉了揉他的长发，坚定的说道：“小兔子，我一定会赶在比比东之前成神，彻底复活你和你的母亲。”哼。